我现在面前呢是 vivo 刚刚发布的小旗舰啊 vivo X200 Pro Mini，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看。1、2、3，我们现在把机器先拿出来，放在一边，有一个90瓦的 USB-A 接口的充电插头，然后一根数据线，然后一个透明软质的手机壳。好啦，我们一起来见证啊！1、2、3，当当！哇，粉色！它的这个后盖呢是非常细腻的那种磨砂质感，它不是光面的。但是手感非常细腻。我现在在光线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小机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1、2、3，这个是青绿色，我不知道官方那个名字叫什么，偏青绿色。它是在绿色之中呢，如果我们迎着光线看啊，它会有一些淡淡的这种金属银色。当然了，这不只是全部，我们还拿到了另外2款，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我把它们4款同时摆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4款机器呢，其中白色跟另外3款都不一样，它是一个镜面玻璃的后盖，另外3款呢都是非常细腻的磨砂质感。白色呢是4款配色里防滑效果最好的，冬天皮肤干燥，如果你手心像我一样不爱出汗，那么白色我是最推荐的。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分成3部分和大家聊一聊。第一部分聊聊这款手机是到底有多 mini， 第2部分聊一聊这款手机是怎样的 Pro， 以及第3部分它和 X200 Pro 相比到底差在哪儿，谁适合 mini， 谁又适合 Pro。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款手机有多 mini。 X200 Pro Mini 对比 X200 Pro 矮了半头，和今年发布的 iPhone 16 Pro 大小非常接近，和 mini 界的前辈 iPhone 13 mini 相比呢，还是要大一圈的。虽然说没有达到 iPhone 的 mini 等级啊，但是和目前在售的主流安卓旗舰相比， vivo 的 mini 还真的就是一款手感出色的小 Pro 啊。后置镜头 mini 体积上呢要比 Pro 小了很多，但是因为本身机身也更短，所以说握持空间啊，两者其实差不多，也遭遇到了我在之前视频里提到的食指撑起镜头的情况。但是也需要说明啊 ，mini 因为它的机身更小，重心呢落在了手掌内 ，Pro 硕大的镜头模组重心在手掌外，所以相比之下 ，mini 在握持的时候会更加稳定。重量上 ，mini 只有189克。比 X200 Pro 轻了40克啊！好家伙，比它异父异母的双胞胎 iPhone 16 Pro 轻了10克。轻盈的美好是没有办法通过视频所传递出来的，大家去线下亲自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指尖触及的喜悦。mini 的厚度8.17毫米，家族全系最薄啊！镜头模组厚度呢，对比 X200 Pro 机型，它们俩核心差异其实是在3倍长焦。当我们翻到正面，彻底告别了3D 曲面玻璃，采用了平面屏幕和平面后盖，侧面边框也是宽大舒适的平面边框啊。我把 X100 Ultra、X200 Pro 和 X200 Pro Mini 3款手机对比在一起，大家能发现3D 曲面屏幕、微曲面屏幕以及平面屏幕3者的差异。边框边缘有一点点弧线啊，去提升手感，这简直就是你未曾蒙面的安卓版 iPhone 16 Pro 啊。单手握持的时候呢，拇指可以轻松触及到对侧的边缘，单手操作能比 Pro 大概多覆盖3、4个应用。单手全键盘打字更加轻松啊，真的是单手党的一曲赞歌啊！不过这个位置我要吐槽一下，就是目前 vivo 的单手模式呢有点复杂。iPhone 你看人家是单手向下一滑就能触发，但是 vivo 呢是沿屏幕边缘向内滑动，然后再向外。我认为是有一定学习成本的。而且沿屏幕边缘向内滑，本身在主屏幕还有一个翻页的操作，应用内呢有一个返回的操作。而且应用内还有一个呼出侧边栏，这3个非常相似的手势，就很考验用户的触发技巧啊，对不对？我现在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如何来激活 vivo 这个单手模式。当我向内滑动，再向外滑动之后，要有一个松手的动作啊，CF 游戏类似于甩狙的效果，你这样滑是不行的。大家看一下这样，看到了吗？你的手啊要离开这个屏幕，这一点是它那个说明里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在这个界面，mini 4面边框接近等宽啊，仔细看的话呢，底部边框还是要比两侧宽一丢丢的。但是也需要说明 mini 的下巴已经是非常窄的水平了，只是它的两边边框更窄。以上就是 vivo 在打造 mini 时候的诸多小细节。安卓呢因为功耗控制的原因啊，很难把手机做小，这次 vivo 算是一个小的突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款 mini 它 Pro 到底是有多 Pro。
首先，小尺寸机型两大难题，一个是发热控制，一个是电池续航。因为机身太小了，热量堆积，小手机往往会发热巨大。同时呢，机身小也塞不下大容量电池。iPhone 13 mini 当年是一众小屏爱好者的心头好，但是它的续航就差点意思。而 X200 Pro Mini 这次搭载的是天玑9400芯片啊，和 X200 Pro 它芯片是完全相同的。电池则塞进了一块5700毫安时大电池。对于6.3英寸的手机来说，这个电池非常大了。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实测原神、王者荣耀都是满帧运行，性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机身发热上最吃性能的原神它是要比 X200 Pro 高2.8度的啊，王者荣耀高了1度。王者荣耀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棒了，原神是旗舰机的一个正常水准吧，只是 X200 Pro 温控确实表现非常好，相比之下就有一些差距了。然后我们再揭晓一下 4K 60帧拍摄视频20分钟的谜底啊，上期视频留下的一个谜面。mini 的发热呢是要低于 X100 Ultra 和 X100 Pro 的，排在第2位，但是呢也是要稍微落后于 X200 Pro 的。在连续8小时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耗电这样一个测试环节， X200 Pro 8小时耗电34%，而 mini 耗电32%。在这个场景中 mini 表现得更好。几轮测试的总结啊， mini 是没有 X200 Pro 那么强啊，但是作为一款小巧的机型，它的性能是足够强，续航表现也非常好了。充电方面没有任何缩水，90瓦有线和30瓦无线。mini 充电是要比 X200 Pro 更快的，15分钟充电45%， 30分钟充电80%。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环节啊，我们来聊一聊这款 Pro 的拍照。mini 的主镜头、超广角和前置镜头都采用和 X200 Pro 完全相同的那样一套配置，有润感的色彩、默认模式的抓拍、Live Photo 照片、人像模式抓拍、逆光视频能力，这些都和 X200 Pro 完全一致啊。好，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左边的是 vivo X100 Pro， 右边呢是 vivo X200 Pro Mini。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处于一个比较逆光、侧逆光的这样一个拍摄环境，外边是阳光明媚，同时雾霾也有点严重。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明暗过渡之间，两者对我肤色的一个表现。我之前用这款手机拍我的小 mini 小车啊，也是 mini 发到网上，然后有网友问这什么手机拍的？另一个网友说他是用相机拍的，当时我就笑而不语。我的个人建议是，大家在设置当中呢，可以把主镜头焦段选择到 1.5 倍，也就是35毫米这个焦段，日常可以多用 1.5 倍和2倍去拍照，就能够感受到 vivo 这次首发的索尼光域818传感器的威力了。我觉得当年 iPhone 13 mini 其实有一个缺失呢，就是没有长焦。相比之下 ，X200 Pro Mini 它不仅可以主镜头采写2倍，还单独配备了一个3倍长焦镜头。这个位置啊，我知道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 mini 和 Pro 它长焦到底差距有多大，对不对？其实有差距都能预料到，但是差距到底是多少呢？白天日常拍照表现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在望远的环节上 Pro 会更加清晰，暗光拍摄这个已经非常暗了，这个屋里就是一盏台灯，拍摄小熊达菲。再看一下迪士尼达菲熊这几个字的清晰程度，这基本就是 mini 和 Pro 日常差距最大的一个场景了。这个位置啊，你别看望远和暗光它有差距，但是我的反馈是，日常拍照这两个差距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一点我认为也是 vivo 有勇气把 mini 定义到 Pro 这条产品线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都能够随手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有同学说，那你这么说的话 ，mini 和 Pro 没区别了啊？mini 和 Pro 其实最大的差距呢，是它缺少了V3加芯片，因为没有这枚芯片，拍摄 4K 60帧的时候呢，功耗就要更高。因为没有这枚芯片 ，mini 不支持杜比世界的拍摄，因为没有这枚芯片 ，mini 也没有舞台模式。没有舞台模式，出现舞台光线变化的时候 ，mini 的曝光策略就会比 Pro 更慢，高光更容易过曝。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啊，如果光线相对稳定的话 ，mini 长焦视频能力并不弱。你不记得上次在冰川岛，你试着要驯化冰龙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你疯了的事吗？mini 这颗3倍镜头的微距能力同样表现非常出色。好了，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铁道管理员，我给他拍张照片。然后它实际多大呢？我给大家缩小一下。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它只有这么大一点啊，它是我的这个相当于火车玩具收藏的一个小配件，它只有这么大一丁点。但是刚才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了吗？拍摄出来的相当清晰。这列火车里呢，我也给塞进了一个
火车司机，现在能看到他坐在这儿了吧？所以如果微距镜头大家使用巧妙的话，这还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因为它的传感器会更小一些，光圈更小一些，微距这种近距离画面的时候，不会出现对焦点外特别虚的情况。这一点我觉得反而要比 Pro 更好。这是我对着我爸妈家的鱼缸里边拍那个黑壳虾去吃水藻，发到微博上，大家都问啊，这什么设备拍的这么好？我说是一款现在还不能公布名字的安卓小旗舰。那么终极问题来了 ，mini 和 Pro 差价600块。我该怎么选择呢？我的个人建议是，对于 Pro 推荐给2类用户。第一类呢，就是对大屏幕有需求的啊，大屏幕看电影更震撼，大屏幕看小说更清晰，大屏幕玩游戏更稳定，你就选择 Pro。第二类用户呢，则是它有更丰富的影像场景需求，比如说4K 120帧超慢动作拍摄，比如说杜比世界 HDR 视频拍摄，比如说去拍摄舞台演唱会，场景越丰富，Pro 就越有优势。至于 Mini， 如果你本身并没有那么多花活想玩，你就想拍摄出好看的照片，那么 Mini 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而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更追求放在裤兜里，裤子不往下掉啊，你更追求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一只手使用手机，另一只手拎着东西啊，或者扶着扶手啊，你更追求单手操作的时候噼里啪啦的打字，你更追求晚上躺在床上单手就能够滑手机，你更追求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手机掉到脸上砸的不是很疼啊。当你更追求从桌子上拿起手机那一刻去感受到手机的轻盈，当你更追求一款手机不大不小刚刚好的时候，那么 Mini 更适合你。这也是我更喜欢小手机的原因。vivo 打造 X200 Pro Mini 最棒的一点我认为就是在于它在尺寸缩小的前提下，手感提升的前提下，却没有损失掉任何一个核心场景的体验，这是我认为最难得的一点。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